嗨，大家好，我是卡拉君。之前呢，我发了个关于鸡的视频，然后呢，今天我在那个视频的评论区里面看到有个网友说他从来都不吃这个饲料鸡。我觉得这个网友不吃饲料鸡这个事情挺厉害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能买到的市面上所有的商品鸡呢，都是吃饲料的。接近100%吧，只有极少数没有吃饲料的。至于为什么要吃饲料呢？当然是因为饲料它的营养好，并且呢它喂起来很方便，所以一般的养殖户都是喂饲料的。你说要喂其他的东西呢，都不是太好的。喂五谷的话呢，它虽然好，但是呢它那个营养不是很高。这个鸡呢，饲养时间过长的话呢，就要亏本了，所以一般都是喂饲料的。像我们在外面的一些快餐店啊，麦当劳啊，或者是酒楼里面的那些鸡啊，都是吃饲料的，没有不吃饲料的。因为这个饲料它也不是什么有害的东西啊，都是很普遍的东西来的。好像现在有些人谈到饲料就觉得很夸张，好像要吃到有什么问题一样，这个事情我也是挺纳闷的。至于这个鸡有什么情况是不喂饲料的呢？就是农村人家里面自己喂的鸡，他就不太会去喂这个饲料。一般呢都是他们养的不多嘛，都是喂一些剩菜啊、剩饭之类的就可以了。这个也是节约成本，并且呢也是比较健康的。就是它没有抗生素之类的药物嘛，所以这个自己养的鸡呢也是挺好的。有些网友肯定会说，某宝上面有一些店铺不是卖那些散养土鸡吗？他们都是声称自己的鸡呢都是纯散养的，都是喂五谷的。关于某宝上面这些卖土鸡的，我就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些呢，它的鸡确实是散养的，但是呢它应该也是有喂那个饲料的。因为商品鸡的话呢，为了这个成本，为了赚取利润，我们呢都是要喂饲料的，可能它也会加一些五谷吧，有些有，有些没有。这个饲料肯定是要喂的，不然这个鸡长得不够肥美，不够大，谁要嘛，对不对？其实呢，喂饲料的话呢，大家都是担心一个事情嘛，就是药物残留，一些抗生素之类的。这个怎么说呢？商品鸡的话呢，就算你这个饲料没有含有这些抗生素，但是呢，平时为了帮助这个鸡治疗疾病，也是不得不使用抗生素的。所以呢，大量养殖的鸡的话，无论它是喂五谷还是喂饲料，它最后呢还是要吃抗生素的。所以呢，这个抗生素和这个饲料其实它本身的关系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大的。而在2020年，也就是今年，这个农业部已经出台了这个相关的政策，就是说饲料之中再也不能加入那些抗生素了。但是就算饲料中不含有抗生素，平时我们为了治病也是要用抗生素的啊，所以商品鸡都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要吃最健康的鸡，只有自己养的，或者呢是农村里面的一些亲戚朋友养的啊，这个就比较好一点。像我们自己吃我们的饲料鸡也是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一般呢，在这个鸡出售之前的1个多月，我们就已经开始没有用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鸡已经长大了，已经不怎么生病了，所以是不太需要用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鸡呢也是挺好吃的，有时候呢，我觉得比农村那些那人养的还要好吃。因为这个饲料呢，它的玉米成分比较多，所以呢，这个鸡呢也是挺肥美的。其实呢，我觉得不同的鸡它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每一种鸡都有它对应的消费的人群，每一种鸡呢都有它的自身的价值所在。至于说吃什么鸡呢，我觉得都是钱包说了算吧。就是现在要我去花100-200去买个鸡，我觉得太贵了，已经就是超出了自己在这一块
这一块的承受的范围了，对不对？每个人都不是大富翁啊，那些钱都是很辛苦挣来的。就是有时候呢，你就是为了节约生活成本，你也只能选择便宜一点的品类，对不对？好了，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我是考拉君。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欢迎点赞加关注，我们明天见，拜拜。